大家好，有机理疗，无疾养生，欢迎大家观看我的养生指南。在我们的传统观念里老人最主流的形象应该是慈眉善目、安享天伦的一种状态。如果说还能坐着摇摇椅慢慢摇，那简直是太幸福了。然而，一个老年人在人生的尽头，依然可以活蹦乱跳的一种状态，像年轻人一样享受夫妻生活。那在人们眼中就叫为老不尊。相关研究显示，在中国51岁到61岁的老年人中，有53%的人每月有一次的夫妻生活，39%的人夫妻生活可以达到每月3次。而根据另一项对近1000名平均年龄在67岁的大龄女性性生活的研究表明，她们的风采不减当年，甚至更加奔放和享受。50%以上的调查对象在近1个月内有过某种形式的性生活，61%的大龄女性表示她们对自己的夫妻生活很满意。不少人都认为夫妻生活都是年轻一辈的事越老这件事反而就会越少。然而，性学专家马晓年在老年期性问题咨询中提到，中老年妇女仍然有相当的性行为能力，也有要求形式享乐的权利和追求快感的愿望。只要保持规律的夫妻生活，即使步入老年，生理上也依旧能够保持有效的阴道润滑和扩张。而对于男性，年龄也不是形式障碍的直接原因，反而长期不良的生活方式，如吸烟、喝酒以及一些生理疾病影响更为直接。因此老年人的夫妻生活可坚持到多大岁数，对于这个问题没有固定的答案。若老年人身体保持较好，没有慢性疾病，那么夫妻生活仍可坚持到80岁。同时，老人适当的过好夫妻生活也有以下几个好处。第一，就是保障身心健康。压抑自己的欲望可导致心灵的痛苦体验，表现为精神恍惚、性情乖张，进而出现躯体症状如失眠、噩梦、头晕、目眩等。夫妻生活是人类身心反应的一个完整的过程，是有始有终的心理活动周期。如果人为的中断这一过程，夫妻间就会出现关系失和、感情危机，身体方面也会出现神经反射的不协调。因此，适当形式有助于老年人抒发欲望，促进心理健康。二，适当的夫妻生活会让女性看起来更年轻。荷兰的医学美容研究者对272位女性进行追踪调查，结果表明，在35岁以下的单身者中，有66%的人皮肤暗淡无光，50岁左右的单身者中80%的人皮肤粗糙，白头发和皱纹明显增多。而夫妻生活和谐者，指甲发亮，皮肤富有弹性，乳房丰满坚挺，更加容光焕发，充满迷人的风姿和魅力。三，预防脑部老化。由于分泌性激素的中枢在下丘脑和脑垂体中，因此适度夫妻生活刺激这一部位后能使激素分泌良好，有助于保持老年轻防止脑老化，并促进血液循环和整个机体的新陈代谢。虽然老人过好夫妻生活具有一定的好处，但是过程当中不注意可能会惹下一堆的问题。60岁的金先生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金先生原本准备做胆囊手术，术前检查却发现得了艾滋病，这让一家人一下子陷入绝境。原来金先生虽说儿女双全，并已有孙子，但由于妻子患病多年，夫妻间多年已经没有夫妻生活。可60岁不到的金先生仍然身强体壮，压抑太久的形式需求常常让他苦恼不堪。不久前金先生在晨练中遇到了一位单身女性，两人一见钟情后便发生了那事儿，现在是后悔万分。性传播疾病在老年人中的发病率正在逐年提升，可见老年人过好夫妻生活过程中要遵守几个规则。一，注意频率。关于形式频率的计算，有人曾提出过这样一个公式，即用年龄的10位数乘9，所得乘积的10位数为时间，个位数为这段时间内应有的形式次数。
以60多岁的人为例，算法是6乘以9等于54，即50天内过4次夫妻生活，大约是每12.5天一次。然而，公式是给予参考，影响老人行事的关键因素还是老人自身的健康状态。若自身患有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高血压等慢性病，应该适当的减少行事频率，并在行事过程中避免过于激动，以免对健康造成影响。第二点呢，就是要做好安全措施。不少老人认为人老了，免去了避孕的烦恼，就可以减少安全措施。其实这种想法是错误的。虽然女性的卵巢在40到55岁期间就会停止排卵，失去生育能力，但是男性的睾丸在死亡到来之前仍然会产生精子。既然老年男性仍然具有生精的能力，那么当他们与年轻或者是中年具有生育能力的女性发生性行为时仍需要进行安全保护。一方面是出于安全考虑，另一方面是从避孕的问题出发。第三是怀疑感染疾病一定要尽早就医。老人一旦有过不安全的性行为后要尽快的到正规男科医院或者是泌尿外科检查治疗，及时切断性病家庭传播疾病如能尽早的诊断治疗还是比较容易的。因此老年人一旦怀疑患上性病千万不要讳疾忌医，应及早的正规医院治疗。好，今天的关于老年人性生活的话题就聊到这里，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如果说大家有什么疑问，请在留言区给我留言，谢谢大家。